翻译人格。对，翻译人格。它能模拟主人的语速、语调、情绪，从而衍生出用户的专属气质。如果主人是一个冷僻果断的人，那么翻译出来的内容就应该是干练简洁的。如果主人是一个伤春悲秋的文青，那翻译出来的内容就有伤痛文学的韵味。林夕，出事了。羽翼竟然因为发布会的事情投诉林峰，但是那天童总明明很满意啊。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，3次投诉。林夕，知道了。小人，怎么了？陆克里跑张总那儿甩锅去了。说说吧，针对羽翼的投诉怎么办？这个林峰是林总监的人，让我很为难。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那客户那边，我该怎么交代？以陆总监的资历，我相信您一定可以给客户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人毕竟是你们部门出的，活是你们部门派的呀。老陆啊，你先出去。下午我去趟羽翼，这件事我来摆平。刚才老陆在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表态啊？主动背锅和被动诬赖性质不同啊。你呀，要注意团结，说话做事要照顾同事的感受。明明可以送个顺水人情给老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对于好意思为难我的人，我一向都好意思怼回去的。干活去了。哎，肖总，诗词歌赋这边从来不是翻译器的主流作用。开会呢。不是主流，但不代表不需要。华生林夕那晚的翻译你们都看了吧？既然都看了，那你们说说，翻译机和它的区别在哪？1000个人对诗词歌赋本来就有1000种理解方式。像傅老和张如这样的翻译大神，他们是极具天赋的，但天赋属于玄学，是大脑神经末梢在控制。这种生理性的东西，我觉得技术是做不到的。肖总，肖总，林总监在楼下等你很久了。看来给你发工资的另有其人呐。肖总，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。怎么？你是想继续上午的辩论吗？不是，我是一接到您的投诉，立马就赶过来跟您赔罪的。不知道肖总可不可以高抬贵手啊？是，冒昧拜访是我的不是，您可以抽几分钟时间给我吗？你是挺冒昧的，而且我很忙。我可以等。会议结束的时间还未定。没关系，我就在这儿等。希姐，肖总这会短时间内不会结束的。没关系，有电脑，在哪都能办公。所以我们必须从海量的数据中搜集 x 和 y 来代理 G 和小伽马，然后从数据中一点一点的拟合出来一个 f。所以就是小伽马等于 f 吃，尽量让它的输入 x 预测 y 的误差最小。但是 f 完全是靠数据来驱动的，人工智能可以形成短暂的模拟意识，
但无法形成持续的类人意识。小马，哎，怎么了，小董？帮我个忙。林总监，哎，来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前台忘给您倒水了。谢谢。你们平时都是这么忙的？哎呦，你别提了，本来1.0版本上市以后啊，我们以为可以休息一阵儿，不知道肖总受什么刺激了，非得要让2.0版本具备类人意识。机器又不是人，怎么会有人的意识呢？你也这么觉得吧？要不您帮我们个忙？走，跟我来，来这边。上个厕所怎么上这么久啊？不是，肖总，您不是让我送？偷懒还有理了是吧？林总监是我请来的外援。是这样，肖总，您说希望机器具有类人意识，但是我们觉得这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林总监，可以请教您一个问题吗？在翻译界中的信、达、雅，您作为专业译员，平常需要做怎样的工作才可以达到雅这个层面呢？微妙的感觉，还有自身的习惯。感觉这个东西很难量化呀，肖总。具体说说。那我举个例子吧。如果说你要向一个陌生人推销自己的产品，你如何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推销，或者说他被你安利的可能性有多少呢？凭感觉看眼缘喽。没错。简单来说，大部分人都会用感觉来做第一判断。那第二就是习惯，有的人喜欢娓娓道来，喜欢慢慢的抛出数据支撑；那有的人喜欢死缠烂打，磨到对方妥协为止。其实翻译也是个道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感觉是虚无的，但我们做人工智能需要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数据来支撑。也就是说，不同的人对于翻译有不同的认知。名著《飘》大家都熟悉吧？它的原名叫《Gone with the Wind》，但同时还有2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中文翻译：飘，乱世佳人。曾经我有一个特别酷的朋友，把它翻译为无忌，但我觉得其实随风而逝好像也不错。所以你们看，不同性格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翻译。我明白了。翻译人格，对，翻译人格，它能模拟主人的语速、语调、情绪，从而衍生出用户的专属气质。如果主人是一个冷僻果断的人，那么翻译出来的内容就应该是干练简洁的。如果主人是一个伤春悲秋的文青，那翻译出来的内容就有伤痛文学的韵味。什么情况？你找人对付肖总，还帮了肖总把难题攻破了。翻译人格，我好像明白，又不太明白。我明白了，感谢林总监的指点。肖总客气了。